手啊，直接有啊，你有在镜头里面 ，OK， 这样很刚好，这样，哦，好，你坐正一点，有这样，不用特别靠近啦，OK， 我们今天请到那个痴心绝对啊，肥猫绝对，女性绝对，好不好？这一只是你最近买的？对我最近买的。怎么会想要买这一只？怎么会想要买的？因为大家都在抢，你就知道，这就是一种，大家都买，为什么自己不买呢 ？Why not？ Why not？ 这个是阿地仙很有名的，叫做冥府之路。对，我知道。对其实我如果是之前我不太知道这个牌子。哦，是啊。对。那你后来怎么知道？大家加一。对，真的。我说真的。所以我之前也不太知道有阿地仙这个，然后当然每个东西就是买它最 popular 的，这就是跟着市场的脚步走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定要，这个我好像是我第一个加一的，就是女神一波加一。你不是看到大家都加一，没有才加一，就是以前是看到大家都加一哦，但是某一天女神应该是12月的时候吧，女神 po 了一篇，我那天好像也是搞到很晚都没睡觉，马上又加一了，对，为了那个没睡觉的加一。对，而且我知道极致版的，它又是红色，哇，对，我最爱红色。但是它原本的，大概我5、6年前还在卖的时候，它这一款原本是黑色的，但是这一次来了之后，我发现它连原版都已经外包装改成红色的。哦，对，看到了，冥府之路。那这个是一直都是国外的明星商品，那我们就很奇怪，这个冥府之路就是大家都在追寻这个味道，但事实上在欧洲非常的火烫，可是事实上它是这个东方的这个香味第一啦。对，那绕了一圈，就很像自己明明在这个行天宫、龙山寺常常都会闻到的，当然现在比较少了哈。那可是绕了一圈，从国外红回来，就说原来大家追寻这个香味第一这样。很特别，对，这是我5年前对这个牌子的印象。那过程我们也有进过一批，那再后来就已经是改版的情况。是，那你有闻过原本的吗？我应该是有闻，可是我有一点忘记了，所以但没关系，我们今天主要还是针对这个极致版来说一下它的香味的呈现是什么。OK， 好，应该就是焚香绝对。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Extreme 的味道到底怎么样。那你有查过香料表了吗？有。哇，它有前味是有玫瑰哦。前面有玫瑰啊？我之前好像没有。姜。好，我们的镜头给这个观众看一下。乳香，然后乳香，芦荟木、野百合，大西洋杉木。后味就是檀香、安息香跟麝香，哇，听起来这后味就是，这后味就是超级，这根本就是我爱的啊！真的我现在身上也是一个，你闻一下我这个身上。不用。我现在身上的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哪一个？拍谁啊？蛋姐啊！那这个买的人还没有喷，我们不好意思先喷了。没关系，我这个，你这是哪一支？叫 Diamond， 我这支我好喜欢，它是香精。Diamond， 这也是很牛很好 ，OK， 那这一支我们回来试试看，冥府绝对，对，冥府之路，对，极致版，好不好？OK， 极致，看它有没有增强哦。这我们还没喷。全新的，第一发给全新。好，来蹭了。没差。它的雾化好棒哦。哇，好香。哇，很木头哎，就是哇，好宁静，很平静的。寺庙感呢，这个跟你上次说那个阿地仙的高定那个
什么礼拜那一只对，那个什么礼拜啊？阿地仙，那个阿地仙什么礼拜？熄灯礼拜。熄灯礼拜。那你觉得熄灯礼拜跟现在这一只，这只好像比较更清新一点。我这现在一直感觉我在这个，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平静啊。对，就是可能当你什么例如像你今天心不定的时候，对，就是我觉得喷了一下它还蛮安神的。安神，对，安神。对，这有点像，如果是讲一般，可能我们觉得做事不顺啊，怎么样，什么身体不好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去庙里去请那个师兄啊，算你这个符修啊，吃一吃，对，把那个符烧一烧，放到你，或是那个芒草，就直接你整个人洗一洗就对了。对，你整个人就感觉就好像从 reborn 的一样 ，reborn 就是重生的意思就对了。这个让我感觉有点像直接进入了，例如说成天禅寺，这个禅寺里面，然后就在大佛面前，然后安静了下来，这样子，就是不管它的环境氛围的感觉，就是冉冉升起的这个檀木香，还有你可以闻到这个寺庙结构是木造的，纯木造的，那让人进去就是相当的心神安定啊。是没错，很平静，对，很平静。如果现在是我自己想的话，就是可能过日子过年了，我回去也会回去像玉清宫拜拜。其实就是每一年都会对自己或是说家人或是亲人朋友会想说跟神明求个什么，所以你会很专注的在跟他这个时空中都跟他对话。可是其实你会忘记你身旁其实是很多的人。有没有？其实你身旁很多人，但是你还是会保持内心的平静，然后只是变成你跟他对话。然后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天气呢，就是也是，对，就是它有这样飘的香味，就是香的那个烟就来了。然后我觉得还透了一些阳光在这边，就会让你觉得很正向的感觉。对，不管今天是求的是什么，当然每个人都还是希望它能够实现嘛。是，不然大家去摆这么多地方，对指南宫啊什么等等的，不都是为了求东西能够顺利可以实现这样？是，所以你今天从香水已经这个延伸到了如何参拜的意境，对不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我觉得他又多了一点花有出来了。我说一开始我觉得没有，现在为什么现在突然它前味不是玫瑰吗？对，怎么突然我现在闻到有点是中间开始有一些花调出来，没有错。我这几天在假日的时候，我看了，你知道那个法国圣母院，它在在2019的时候4月烧掉嘛。对，我是11月的时候去看到它那个烧掉之后的景象。那我昨天在看那个迪士尼频道 Plus， 它不是买下了国家地理频道吗？对，它有描述他们这2年在如何修复那个圣母院重建嘛，对不对？对，那这个纪录片就很厉害了。他说这个圣母院的构造，它已经历经了800年的历史。对，它在1200多年的时候就建造了 ，OK， 所以它当时上面就是用木造的。他说这个木头呢，其实有800年，从来不曾有人去看过里面木头。那他们为什么屋顶烧掉？因为这个木头是在里面，所以它烧特别的快。对。它烧掉之后，这个木头塌下来之后，就掉落到这个礼拜堂的中央。
所以他们现在重建，每一根木头都重新 remark 起来，然后标号要放到博物馆里面去。这是800年的历史，然后他们现在做这个重建。那我觉得这一支的感觉，无论你说的是佛教啦，或者是说像是这个他们是天主教嘛，圣母院是天主教，他进去就是在这个礼拜堂里面，让你有闻到这个木头就在屋顶缭绕的味道，一进去就是一个空间感，而且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明亮的木头，不是这种深邃，有一些木头有点潮湿嘛，对。但是它的木头是让人家感觉什么光亮的，就是在你期许的时候，在你祈求的时候，散发出这个光的感觉，不论是散发的阳光，或者是说外面透进来的阳光，所以这个木头是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光亮的感觉，洁白光亮的感觉。就其实你刚刚这讲的还蛮到位的，就是说，其实像欧洲的有一些教堂啊，它并不是设计一定都是明亮的，对，因为就像我曾经有去过葡萄牙的有一个，对，它不是特别有名，在里斯本，它也是刚刚像 Elton 说的一样，它也是之前有遭遇过火灾，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给那个，就是说重新建造过，对，它就是维持的这个颜色还在，就是你会知道看到说，这里还是有它之前的烧掉的痕迹，所以呢，那时候我去到那个教堂，我就觉得它有一点点的黑，比较暗了一点，对，但是呢，它还是变成说是当地人很固定会要去礼拜，会去做一些许愿的一个地方，一个中心信仰，对，中心信仰的地方啊，对，所以那时候我有问当地的我有问房东说，为什么你们那个不弄？他说，其实他们是想要留下就这个历史的痕迹是这样，所以说每个地方不一定都像，因为圣母院其实真的是世界知名的地方，所以一年旅客是1300万人去，对，就变成说，它除了圣母院这个东西，它除了是观光旅游之外，它也是这种就是说礼拜啊，他们当地人祭拜，所以它有另外一种意义，所以它才会重新的去把它建造。是。那你刚刚讲这个教堂，它也是历史的伤痕就留给它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对，所以我还看得到真的黑黑的都在那边，不过天花板都是有弄好的啦。对，但是就是它没有阳光透进来，所以它在那里呢，我觉得比较没有现在我闻到这种冥府之路的感觉。对，就是我觉得这支拍下去，就是除了让你很宁静，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就会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能量，对，希望充满希望。对，所以我说这一支蛮推荐大家能够试试看的，加一。对，那你觉得这一支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它？我觉得像我觉得我最近蛮需要，就是最近很多东西要去跟客户做简报、做 kick off，对，讲一下接下来今年的project 或是今年的 roadmap 是什么。觉得这个就穿这个去讲话，我觉得会很像教宗在跟是啊，那我是不是口袋都要准备白米哦？是啊，准备白米去啊。对你讲的话，他们都买单。对，哎呦，当成圣旨一样。对。所以说这个没有，就是我去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觉得这支还不错。但我倒觉得这一支也蛮适合跟你自己独处的时候。这是一定的啦。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一个人你想要安静片刻，想想事情，或者是耍耍废，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香水，对不对？对，就是让他独处，我觉得这个很需要。我觉得就连睡觉干嘛什么都可以，早上洗完澡就喷，它也蛮适合是，它也有蛮清爽感的。睡觉的时候就很舒服嘛。对的。如果有睡眠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也让人家蛮安神的啦。睡眠绝对。OK， 那你觉得这一支是男生绝对还是女生绝对的？
我自己觉得中性，但是我觉得还是偏比较男生一点。OK， 男生。他可能还是会比较有一点，算是 man 嘛，也不是、不知道，我就觉得对偏木质。对，我觉得，但是也还是有不少女性的朋友会是喜欢这种木质调的、但我倒觉得这一支其实是女生更合适，因为它清透的木头调、木质调。好，那因为很多女生喜欢木质，但是又怕木质是男生那种太重的，像乌木这种太重。哦。那我觉得女生喜欢木质调的这一支是一定要尝试必收了。哦，所以它有让人家有清透感的木质调的感觉。对，而且我觉得这支它一直都好稳哦，好稳的，一直在散发着，所以它持香我觉得应该也蛮久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有6小时到8小时，有没有？我觉得有。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前调嘛，对不对？我们待会回来讲中后调的变化。那事实上，我现在为什么觉得它适合女生？因为它已经开始在我身上转到了有一些皂香，跟好像洗澡完之后的一些这种清透清新感，带一点花香味。那对，因为你是男生绝对嘛。哦，好吧，那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它后调是怎么吧。对，那因为前面已经16分钟了，有点长了。不会了，就是我们手法跟浩哥的不太一样。好，我们是聊一些欧洲历史。对，是哦。对，这个是不一样的学习。OK， 好不好？那我们待会后调之后见了，拜拜，拜拜。好，北方请入座。我们开始录了。你用身体把它顶出去了。这个我们去了老面店回来之后，对，这一支厉害。对，它还是很稳的，就是在那边不停的散发出来。对，因为这一支人家的一般的通病就是说这个比较淡，就是容易不够持香这样子。你觉得呢？所以那这样子，我刚刚看到的话，应该就是之前的冥府之路，可能就是属于它很快就不见。对。不过极致版，我觉得厉害，不会，完全不会。对。而且我们刚刚出去，还有就是吹风了一下，就是变成说等于加速它的挥发嘛，散发这样子。对。还是很沉稳的在这边。你讲一下后调好了，后调目前什么感觉？我觉得后调就是没有像刚刚那个檀香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的足，但是它还是有存在。那它多了一点花，那像刚刚我们闻到就是它多了一个就是百合，还有像一开始其实它最前卫的玫瑰，它还有隐约的在那边，蛮酷的。对，那我们中午去吃饭嘛，后来回来嘛，对不对？对，差不多1个小时后了。对，这一支其实我本来也蛮担心说它的持香会不会不够好，但是没想到回来我们再闻，现在其实还是很稳定而且除了它的干净的白檀木香之外我还闻到就是比较清淡的花香调，悠悠的这样子飘出来。我看悠悠这2个字真的是太好用了。我刚刚本来想要讲的，但是我怕又被大家靠北。悠悠这2个字形容其实很唯美的。有这个现在有百合吧，对不对？对，百合，然后还有干净的花香，那我觉得它就是花跟木的交叠啦。里面我刚刚如果看的话，它好像还有雪松难怪，是不是雪松？难怪，因为确实有比较冷山的感觉，在山上的雪松木的味道。怎么样？后调赞不赞？后调很赞，就是变成说从像刚刚前面讲的
它是在去一个寺庙，然后你沉浸，然后去许愿，去很诚心的膜拜。但是到现在这边就变成是回到家一个人自己可以很宁静的感觉，就是等于拜完了，邓处，然后去可能你自己去想一些事情，对，转一类，对，但是不是 chill， 没有很 chill 的感觉，就是对它很沉静的感觉啊，对，很像你去寺庙礼佛完之后，带了这个花香，从寺庙这样回到家，很这个干净肃穆的这个回到家了这样子，是，对。而且就是等于说，本来在许愿嘛，对不对？许愿完之后，心愿完成，非常心满意足了。对，然后过一阵子许愿完的东西就要出货了。好 ，OK， 那你觉得？你自己说有录的啊，你自己说赶快入座，你是说赶快入座，然后什么什么的。佩姐。你是不是要处理他一下？我们刚刚整整讲了10几分钟，结果都没有录进去。对，黑姐，今天晚上有6个罐头可以吃，我全部帮你开。好，我们来讲一下冥府之，讲一下冥府之路的后调。对，后调现在给你呈现什么样的感觉？后调呢，就现在就是像你去庙宇朝拜许愿完之后回到家的一种的极尽的感觉，那反而是带了一点花香在里面。对，其实就是鹿油。如果是刚刚查的话，就是鹿油不，就是鹿油、百合，对，还有雪松，就是一种清透的感觉啊。是，对。那原本我对这一支，其实一般来说，大家对第一代的诟病就是说它持香度其实不够久，对。那但是我发现 Extreme 版它反而强化了它的这个持香浓度，因为我们刚刚中间已经出去1个小时多回来嘛，对不对？对。那回来之后，而且我们还经过了风吹没有雨打啦，就是阳光的洗礼，又经过那个麻酱面，然后酱油味啊，还有辣椒味啊，这种的可空气很长时段的接触，对，但是它现在还是一样稳定的，稳稳的在这边，对，稳定的输出跟呈现。那我现在闻到的，是有点像白檀木，还有些微的焚香，那还有雪松，它就是一个干净的木质料。那最妙是它里面有加了果香，不是花香，对，例如百合，比较白叶的这种花调在里面，所以它是呈现一个很干净、非常悠悠的花香调，对，悠悠的又偷我，这是以后我要去智慧财产局注册了，以后谁用的话就要收钱。对，在你前面可能是悠悠药膏。对，悠悠药膏那不行了，因为我现在是悠悠的，我是悠悠的我是地。所以你觉得你给这一支几分？如果0到10分的话，先问你好了啦，你比较。我大概是给9.5，哎呦，比刚刚再多0.5。你刚刚上一支没有录进去，上一支是9分，因为刚刚他说有这条到什么17、18的，因为我要增效对，这一支你给他9.5分，9.5分。好，那这一支对我来说应该是木质花香调，可是它的木质没有那种厚重的感觉。它是清淡的，然后有一点纯白的，比较冷感，冷杉之类的味道在里面。那如果以清新的木质花香调来说，还有点白花嘛，我会给它到10分。哇，因为它这一次改变了上一代持香不够的诟病。那所以以这一支的性价比来说，我觉得它的分数真的是非常的符合10分这个水准。
是，就是它其实真的简单的讲一句，其实就是它的木质花香调，它的木质不是那种很 strong， 就是很老人，但是你站在它旁边，你是闻得到说，哇，它这一支就是冥府之路极致版带给你的一种的木质调的感觉，对，不是那种很，我一喷了就知道，我来啊，我来啊这种，对，我有加，对，它就是很悠悠的伴随在你身边这样子，所以那我觉得就再回到刚刚第一集讲，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它很适合，绝对是很适合睡觉，很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对。至于你其他要出去要干嘛出去玩啊，要去 presentation 啊，要去面试什么，那个都我觉得就端看你心境的感觉了。是。事实上，一直到现在，这个味道还是让我觉得很安稳啦，好像很平和啦。那你觉得这一个回过头来，男生女生哪个性别适用？我觉得就是本来当时候是前面我是说是比较偏男生，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很中性，男女都可以，男女都对。在男生身上，我会觉得他是一个白净干净的男生，或者是想要展现给人家一个你是比较偏油头垢面的，太油了，那比较白净透析的男生了哈。那如果是女生来用这支花，我会觉得它洁白无瑕，然后就很像去庙里许了愿之后，然后心情很平和，然后很满足的回到了家的这个过程很像我们去供花供佛，带了这个花回来，那身上却留有了这个寺庙整个香烟袅袅的味道，对不对？这样我这个画面形容的应该不错，蛮有意境的，蛮有意境的，是，好吧？那待会那个你还要帮我们录制30秒嘛，是不是？是，对，应该准备了。没问题，万无一失啊！那个冥府极致啊，冥府绝对OK， 好不好？那待会这次有录进去了，有吗？还吧？有。对，所以这一支冥府之路极致版推荐给大家。好，谢谢，谢谢，拜拜。